买车这件事，在2026年的今天，本该是一件让人兴奋且充满期待的喜事。毕竟谁不希望开上那台集科技、动力与颜值一体的座驾呢？但如果你觉得花大钱买新车就等没买到了省心，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现在请你屏住呼吸，跟随我的脚步走进那些灯火通明的修车厂后车间，听听那些每天和金属零件、机油污渍打交道的老师傅们是怎么说的。就在上个星期，一位刚提车不到24小时的车主黑住脸把他的新车拖进了维修站。那台车的里程表才显示106英里，变速箱竟然已经完全报废，变成了一堆毫无价值的金属碎片。这种被工程师们称为婴儿夭折率的故障现象，正在2026年的新车市场中蔓延。今天我们要揭开的这6款车，无论他们在广告里吹得如何天花乱坠，在修车师傅的眼里，他们简直就是会移动的钱包收割机。如果你正准备掏出银行卡，或者是刚签下贷款合同，请务必停下手头的动作，把这篇内容看完，因为这可能会为你节省下未来5到10年的维修噩梦以及数以万计的冤枉钱。我们首先要聊的这第一款车，在家庭用车圈子里名气极大，但它的可靠性评分在2026年的报告中却低得惊人，只有区14分，满分可是100分。这就是克莱斯勒大捷龙插电混动版。这款车在市场上的定位非常精准，主打的就是奶爸神车，空间大得惊人，内饰也足够温馨，而且还有绿牌加持。但在修车师傅的眼里，这款车的混动系统简直就是一个由电线和代码堆砌而成的定时炸弹。就在2024年，这款车就因为电池充电时存在起火风险而召回了24000辆。到了2025年，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又有67000多辆车因为行驶中电路短路导致发动机突然熄火而被强制召回。你可以试想一下，当你载住一家老小在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巡航时，动力系统突然完全失去反应，方向盘变重，飞车助力消失，那是多么恐怖的画面。师傅们抱怨最多的就是它的电力管理模组经常莫名其妙的锁死，或者是在充电时毫无显兆的烧毁冷却系统。很多车主在买车后的第1年里，有超过1/3的时间是在等待零组件从工厂运过来。这种复杂的插电混动架构在克莱斯勒的工艺下显得极其脆弱。老师傅常说，如果你真的需要一台 MPV， 去买丰田塞纳或者是本田奥德赛吧。虽然他们的内饰可能没那么豪华，但至少他们不会在深夜的地下车库里莫名其妙地冒起青烟。接下来要说的第2款是曾经在紧凑型轿车市场呼风唤雨的德国老将福斯捷达，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速腾的海外同胞。虽然大众这个品牌在很多人的心中是皮实耐用的代名词，但2026款的捷达却在品质控制上栽了一个大跟头。就在2026年3月18日，一份令人震惊的召回报告被公之于众，涉及超过48165辆捷达。问题出在哪里呢？一个听起来微不足道却足以致命的地方——变速箱的接地线。因为工厂在组装时的疏忽，这根地线可能没有连接牢固，导致电路出现开路风险，进而引发发动机舱起火。修车师傅们在拆解这些新车时发现，大众在2026年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率，在很多看不见的地方进行了成本压缩。除了起火隐患，这款车的电子电器架构也频频出错，中控荧幕黑屏，传感器报假警报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更让维修技师头疼的是，捷达的这套动力总成在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后，变速箱油风极易渗漏。在大众的维修体系里，维护成本一直不低，而这一代捷达的故障率上升，直接导致了它的二手车保值率雪崩式下滑。如果你不想在买车半年后就成为修理厂的常客，看到维修清单上那一串长长的数字，那么在2026年避开捷达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第3款车是越野爱好者心中的图腾，也是很多人梦想清单上的常驻嘉宾——吉普牧马人。别无心，牧马人的越野能力确实毋庸置疑，它能带你去到地球上任何角落，但修车师傅会告诉你，
它很可能没法把你稳稳当当的带回来。在2026年的可靠性排行榜上，吉普品牌直接垫底。牧马人最致命的问题依然是那挥之不去的死亡摇摆。虽然厂家多次声称已经优化了转向拉杆和减震器，但在实际维修中，师傅们发现只要里程超过3万公里，转向系统的各个球头就会出现明显的矿亮。更糟糕的是，2026款引入了更多的电子辅助设备，这些复杂的线路在经历过几次越野涉水后就会开始疯狂报错。尤其是那个插电混动版本，虽然宣称有助强大的扭矩，但它的电池组冷却系统在极端环境下非常不稳定。一位资深维修工曾感慨，买牧马人的人口袋里必须随时准备好一笔不小的维修基金，而且你还得学会如何自己动手修理一些简单的电子故障。因为在修车铺里，牧马人的工时费永远是最高的那一档。它的悬挂系统虽然长，但却并不强韧，频繁的漏油和异响会让你的每一趟旅程都充满了不安的交响乐。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第4款车，它是北美市场的销量冠军，也是无数工程用车的首选——福特 F150。为什么这款明星皮卡会上榜？问题主要集中在它那台与通用联合开发的10速自动变速箱上，也就是代号为1280的那台机器。虽然这台变速箱换挡极快，燃油经济性也不错，但它的机械稳定性简直是修车师傅的噩梦。正如我开头提到的那个例子，2026款的 F150 在低里程下出现换挡冲击、跳档甚至完全失去动力的情况比例大幅增加。师傅们拆开变速箱后发现，内部的行星齿轮组和电磁阀体在材质选用上似乎存在缺陷，导致磨损出的金属屑很快就会堵塞精密的油路。福特虽然在不断推送 OTA 软件更新，试图通过调整换挡逻辑来掩盖机械上的不足，但这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对那些依赖皮卡进行重体力劳动的车主来说，变速箱的罢工意味着停工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即便福特的售后服务网络遍布全球，但等待零件和反复拆装变速箱的过程足以耗尽任何一个人的耐心。第5位上榜的选手是来自东方的挑战者马自达 CX-90， 尤其是它的插电混动型号。马自达一直以来都以技术偏执著称，但在这款旗舰 SUV 上，他们显然有些操之过急了。作为马自达进军豪华市场的重磅作品， CX-90 使用了全新的后驱平台和复杂的混动架构。修车师傅们反映，这款车在2026年的表现非常挣扎。最常见的问题是动力系统的软体冲突，发动机和电动机之间的切换经常出现明显的顿挫，有时甚至会触发紧急保护模式，将车速限制在每小时20公里以内。此外，车主们抱怨最多的还有它的内饰异响和电子设备故障。虽然马自达的传统燃油车非常可靠，但在迈向电动化的转型过程中，这款 CX-90 显然成了消费者的试金石。师傅们建议，如果你真的喜欢马自达的操控和设计，买那款搭载直列6缸发动机的版本会相对稳妥一些。虽然也要面对新平台的一些小毛病，但至少不会像混动版那样让你频繁出入维修车间。最后一款也是名气最大、溢价最高，但可靠性却常年处升地平线以下的品牌路虎揽胜。修车圈子里流传著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看到路虎在路上跑，那它不是在去修车厂的路上，就是刚从修车厂出来。这句话在2026年依然适用。虽然新一代揽胜的空气悬挂系统提供了如魔毯般的乘坐体验，但它的耐用性简直令人发指。2026款的揽胜在电控系统上变本加厉的复杂化，全车拥有超过100个电脑控制单元。只要其中一个传感器因为潮湿、震动或者是单纯的运气不好而失效，整台车可能就会陷入半瘫痪状态。师傅们最怕接揽胜的活，因为排查一个电路故障可能需要拆掉整个仪表台，而且路虎的零组件价格贵得离谱，随便一个大灯或者是空气避震包的更换费用就足以买下一台普通的家用代步车。在2026年的 JD 电力调查中，路虎的故障率高达每100辆车274个问题，
这意味着平均每台车身上都有接近3个不稳定因素。对于追求极致豪华的人来说，这或许是彰显身份的代价，但对是理性的购车者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投资。买车是一场长跑，而不仅仅是交车仪式上那短暂的几分钟。修车师傅们之所以劝你别碰这6款车，是因为他们看过太多车主在面对高昂维修单时的无奈与愤怒。在2026年的汽车市场，科技的进步有时走在了可靠性的前面，而这些看似光鲜亮丽的新车，往往在耐用性测试上欠下了太多的债。如果你正处需选车的犹豫期，不妨多去当地的修理厂走走，和那些拿住扳手的师傅聊聊，他们口中的实话比任何汽车销售的承诺都要值钱。记住，真正好车的标准不是它有多少个荧幕，也不是它能跑多快，而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转动钥匙或者按下启动键，它都能稳稳当地把你送到目的地。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守护好你的钱包，选择那些真正经过时间检验的产品，才是最高级的消费智慧。如果你想知道在2026年有哪些车是修车师傅们公认的省心神车，或者是想了解更多关 Ford 汽车维护的避坑指南，我可以为你详细列出一份值得信赖的红榜名单。